被家人逼嫁植物人总裁冲洗，谁料洞房夜他竟有了反应。第二天我浑身酸痛，睁开眼，一张帅脸轻笑，醒了。我的灵丹妙药。红盖头被掀开的瞬间，我看见了那根从吊瓶里垂下来的透明管子。婚房里的一切都是红色的，大红背面，大红喜字，大红的蜡烛在床头柜上燃着，蜡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淌，把黄铜烛台底座上的花纹浇成了一层半透明的凝固物。但床上的那个男人穿着一身白色的病号服，手腕内侧还贴着医用胶带，一根细细的管子从手背连到旁边的输液架上，无色透明的液体正通过它一滴一滴地流入他的静脉。陆衍，陆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半年前车祸后成了植物人。医生说恢复的概率不到 5%， 但陆家需要一个媳妇来冲洗。这话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是迷信，但既然有人愿意用自家女儿的命来换一口续命的呼吸，他们也就顺水推舟的办了。我后妈把我推出来的时候说的原话是，她八字硬，正好镇得住。我站在婚床前面，低头看着那个躺在深红色缎面被褥里的男人。他的睫毛很长，在病号服领口露出来的那一截锁骨线条分明，即便是在这样苍白的卧姿里，也透出一种天生被养在优渥环境里的底子。呼吸很浅，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只有输液管里那滴药液落下的时候，才让人记得这是活着的身体。整间婚房安静得像一间被人精心装饰过的停尸房，只是这个尸体还在以极慢的节奏呼吸着。我用余光看了一眼门的方向，没有人进来。陆家那边的人办完仪式就把我留在房间里了，像往一个密封的容器里放进了最后一味药引。我在床边坐了下来，床垫的弹簧几乎没有声响，背面上的刺绣在烛光里泛着暗金色的光。我在那里坐了很久，久到那对红烛的火焰不再跳动，变成了一种平稳的持续燃烧的状态。然后我开口说话了，沈佑，我姓沈，叫沈佑，25岁。我爸在我12岁的时候跟我妈离了婚，后来娶了我后妈，后妈带了一个比我小3岁的妹妹。我们家经营一家小厂子，最近3年一直亏损，今年快撑不下去了。后妈听说陆家在找一个八字硬的姑娘冲洗，就把我推出来了。她跟我爸说，你女儿现在这个年纪了，也没人娶，嫁过去好歹能吃穿不愁。我爸坐在客厅里抽了一根烟，没有反对。我停顿了一下，窗外的夜色很浓，11月末的夜风把窗户吹得轻轻震动了一下，红烛的火焰随之晃了晃，在墙壁上投出一道摇晃的巨大的影子。我坐在这里跟你说话，但其实我不信你会醒。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在昏迷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不把自己当人的话，那多少有点可怜。所以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名字，万一你哪天醒来了，还记得有个叫沈佑的人曾经坐在这张床边说过这些话。我又坐了一会儿，红烛烧了一截，蜡泪在烛台边缘聚成了一片暗红色的薄片。我把输液管的位置重新整理了一下，把被角往上拉了一点，盖住他露在外面的手背，然后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去坐着了。那张沙发又窄又短，我蜷着腿靠了一整夜，在后半夜的时候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我是被一阵细微的声响弄醒的，醒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红烛已经烧尽了，烛心最后一丝青烟在晨光里弯弯曲曲的消散。
我睁开眼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睡姿不对，导致浑身僵硬酸痛，下一秒才意识到那阵声响的来源。床上书页架倒了，塑料的书页屏掉在地板上，没有摔碎，但滚到了床角的位置，里面的液体正在慢慢的渗出来。被子被掀开了一角，那个昨天还一动不动的男人此刻正侧着身半撑着胳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输液针因为他的动作而歪斜了，手背上有一小团血迹正在缓慢的阴开，但他没有管它，他只是看着自己那只正在微微发抖的手，五指缓慢的张开，收拢，再张开，像在测试一扇很久没打开过的门是否还能正常转动。他转过来了，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渗进来，照在他侧脸上。他的眼睛是睁开的，睫毛在光线下投出极细的略微颤抖着的影子。那双向来安静的闭合着的眼睛此刻正朝着我的方向看过来，瞳孔在适应光线的过程中微微收缩了一下。他看着我，放在床单上的那只刚刚重新学会张开的手朝我的方向伸了一下，又落回了床面上。他开口了，喉咙里像是很久没有送出过气流，第一声的时候只有一个极轻的气音，像风声穿过一道很窄的缝隙。他清了清嗓子，重新开口，这次声音出来了，低而哑，像一把生了锈的刀被重新磨过第一遍。你叫沈佑。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窗外晨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亮，书页架倒在我脚边不远处，床单上有一小块深色的水渍正在慢慢扩大。你醒了。醒了。他微微侧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那层刚睁开的因为长时间没有聚焦而显得涣散的光正在慢慢的收拢成一种更清晰的注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背上那个歪斜的针头和正在阴开的血迹，伸手把它拔了，用床单的一角按住了那个小孔。整个动作连贯而自然，像他只是在做一个他已经做了几千次的微不足道的动作。然后他重新看向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在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清楚，像一道被压在久不见光的黑暗里太久的裂缝，忽然透出来一线天光。醒了。他撑着床沿坐了起来，那个动作比我想象的要稳，虽然他的手臂在用力的时候有一瞬间的颤抖，但他并没有跌回去。深红色的背面从他身上滑落下去，病号服的领口敞着，露出一截因为长期卧床而显得过分白皙的锁骨。你昨天晚上的话我听到了。你那时候有意识？有。听得到，动不了，困在里面很久了。他把输液管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轻，像在放一样他已经不再需要的东西。然后他又看向了我，晨光在他侧脸上拉了一道细长的金色线，他的眼睛里有种薄薄的被照亮了的东西。你说你叫沈佑，你还说我如果醒来了别不记得这个名字。那是我自言自语。我记得他靠在床头，整个人刚刚从一场漫长的沉睡中浮出水面，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之间都需要比平常更长一点的喘息间隙，但那些字本身是整齐的、清晰的，像一架被重新校准过的旧乐器。谢谢你。晨光越来越亮了，从窗帘缝隙渗进来，在地板上拉了一道长长的光带，正好落在我和他之间那段距离的中央。我站在那道光的这一端，他靠在床的那一端，晨光像一条被铺开的正在慢慢变宽的浅金色河流，横亘在我们中间。他的目光从晨光上方看过来，
嘴角那个弧度还在，比刚才深了一点点。你腿麻了？他忽然问了一句。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整夜蜷在窄沙发上，导致两条腿已经僵得没什么知觉了，站在那里全凭惯性撑着。我没有回答，但他的目光落在我微微发颤的膝盖上停了一瞬，然后他往床的另一侧挪了挪，让出了床边半边位置。你过来坐一会儿。你腿僵了？你刚醒？我睡了大半年了。你只睡了一夜。他的语气很轻，不像在下命令，但有一种不容多说的笃定。我又站了2、3秒，腿确实麻得厉害，慢慢走过去，在床边坐下了。床垫因为我的重量微微陷下去了一点，跟他之间隔着约莫1臂的距离。窗外的晨光已经把整间屋子照得通亮了，红烛的残烬在烛台上冷却成了一团深红色的蜡块，书页架上最后几滴液体正在缓慢的滴落。他就那么靠在床头坐着，安静的让我坐在他旁边，缓过那阵腿麻的感觉。然后他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比刚才多了一层在晨光里慢慢沉淀下来的质地。沈佑，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后妈、小工厂被推出来冲洗，那些事是真的？真的。他微微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晨光在他瞳孔里落了一粒细碎的光点，像一星被点燃的火柴头。那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为那些事烦了。我已经醒了。他说得很轻，醒了的意思就是，这整个陆家不会再有人敢把你当冲洗的物件用了，包括我自己。窗外有鸟叫了一声，短而清脆，像一枚小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面。红烛的最后一缕青烟已经完全散尽了，晨光把整间婚房从暗红色浸染成了浅金色，他的侧脸在那片光里显出了比昨晚清晰太多的轮廓。我坐在床边，感觉到腿上的麻意正在一点点地退去，那种细密的针刺感从脚底往上蔓延到小腿，然后慢慢平息了。而我刚刚在某个瞬间意识到他刚才那句话里藏着的另一个意思，他醒了。他确实醒了，而且他记得我。晨光还在变亮，屋外隐约传来了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大概是陆家早起的人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异常。那阵脚步声越来越近，在门外停住了。敲门声响起之前，我感觉到床上的人动了动，手伸过来在我手背极轻地碰了一下，收了回去，等下人进来。他低声说，你站在我旁边就行。门被推开了，晨光从走廊涌进来，和房间里的金色光汇成一片。门外站着的人脸上的表情从例行查看变成了不可思议，又从不可思议变成了一种缓慢的，像水面被从中心搅动开来的震惊。而陆眼靠在那张红色婚床的床头，苍白消瘦，但眼睛睁着，嘴角那抹弧度还在，像一道从漫长的冬天里慢慢醒来的正在融化的冰河边缘。他侧过头，目光越过门外那些震惊的正在迅速聚拢的脸，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很轻很短，但我看见了。窗外有更多的鸟叫起来了，晨光正在把所有东西照成暖融融的正在苏醒的模样。消息传得很快，不到半天，整栋陆宅都知道了少爷醒了这件事。楼下的佣人端着托盘来回走动的频率明显加快了。3楼走廊里原本积着灰的窗户被人擦得透亮。医生来了2趟，做了一系列基础检查，最后摘了听诊器的时候，嘴角难掩惊讶地说，恢复速度远超预期。
管家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跟昨天冲洗工具的看待方式之间多了一层我形容不出的东西，像一片刚被雨洗过的叶子，在光线下显出了新的纹理。陆衍做完检查之后喝了半碗粥，他靠在床头喝粥的姿势很慢，每一口之间都留出足够的时间，让身体适应重新开始运转的食物消化系统。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着，手里捧着一杯管家端来的温水，窗外午后的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床单上他搁着的正在缓慢收拢又松开的手上。你后妈那边，他开口，没有看我，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正在晒太阳的绿萝上。他们知道你嫁过来的时候提了什么条件？他们家厂子的债务由陆家承担一部分，陆家出一笔现金作为嫁妆给我后妈，然后我签了一份协议。什么协议？3年内不能主动提出离婚。如果3年之后陆家不要我了，我可以走，但回去之后不能再分陆家任何财产。他喝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碗底碰到木质的台面，发出一声轻响。他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午后的光在他侧脸的轮廓上落了一层细密的金色的绒毛状光晕。那份协议你签了？签了。谁拟的？陆家的律师。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窗台上那盆绿萝。安静了一会儿之后，他开口，声音轻的像在自言自语。我昏迷期间，我母亲替我签了很多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婚后财产协议。如果我在昏迷期间有任何意外，你作为配偶可以继承一部分。我醒了，他还没来得及撤，他侧过头来看我。午后的光在那一瞬间移了一下角度，照在他的瞳孔上，把那层深褐色的眼底照成了半透明的琥珀色。沈佑，我不会让他撤那份文件。你签的那份3年内不准离婚的协议也不用太在意。你不需要给我，我需要。他打断我，声音依然很轻，但每个字都干净的像被水洗过一遍。你昨天晚上的话让我醒了，你信不信是你的事，我醒了是我的事。我醒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你说了什么，第二件事是把你从你那个家里彻底捞出来。你如果有自己的事想做，你做；如果暂时没有，就先待着。这整栋房子从今天开始是你的。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也包括我。午后很安静，管家收走了空碗，医生走了，走廊里来来去去的脚步声也渐渐稀疏下来。窗台上的绿萝在风里轻轻摇了一下叶片，午后的光在墙壁上缓慢地移动着。他靠在床头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重新适应醒着这件事带来的全部感官输入。睫毛在他眼睑下方投了一道浅灰色的细密的阴影，呼吸声均匀而平稳。他的手指搭在深红色的背面上，在午后的光线里呈现出一种失而复得的暖意。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道极轻的但它铺设好了的暖流稳稳地拖着。陆衍恢复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期的都快。第二天他能下地走几步了，扶着床沿在房间里来回走了3趟。走到第3趟的时候，他停下来，靠着窗台站了一会儿，伸手碰了碰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像是在确认触感这件事还是跟以前一样。第3天他已经能自己走到洗手间洗漱了，出来的时候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整个人跟婚床上的病人判若两人。
他站在窗边，接过管家递来的文件，低头翻开第1页的时候，那副专注的侧脸看起来跟任何一个在正常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那套房子里的其他人对他的苏醒这件事适应的速度明显有快有慢。陆衍的母亲秦玉兰是在第3天早上第1次走进这间房的。她进门的时候穿了一身深紫色的羊绒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左手无名指上的翡翠戒指在晨光里泛着幽绿色的光。他的目光先扫了一眼躺在床上正在翻文件的陆衍，又扫了一眼坐在旁边沙发上叠小毯子的我，最后落在陆衍脸上。燕儿，你醒了就好。他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像在确认一件已经被提前通知了的事实。医生说你恢复的不错，后续的复健安排我已经让人排好了。谢谢妈。陆衍把文件合上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秦玉兰。我醒来之后这几天的安排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沈佑的东西你让人从他原来的住处搬过来，他以后住主卧旁边那间。秦玉兰的目光极快地扫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我捕捉到了里面的内容。他被那句沈佑和主卧旁边那间之间的自然衔接打乱了一个预设好的节奏。他顿了一下才接话，那间朝北，光线不太好，换成朝南那间客房吧。朝北那间冬天暖气足，他怕冷。秦玉兰沉默了2秒，嘴角的线条微微绷了一下，又松开了。他没有再坚持，只是说那你自己安排吧，然后转头朝我的方向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转身走出去的时候，他深紫色的衣摆在门框边缘闪了一下，消失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远，陆衍重新翻开了文件，像是那场简短的对话已经从他的待办事项里被划掉了。他翻了2页文件之后，声音从纸页后面传过来，带着一点纸张抖动时的细微沙沙声。他说的那间朝南客房，冬天确实有穿堂风。我点了点头，他自己看不见，但我点了。他继续翻文件了。窗外的晨光正在从灰色变成浅金，窗台上的绿萝在那个方向接受着第1道光线，叶片上的细绒在光里被照成了一层毛茸茸的淡金色。那天下午，我后妈的电话打来了，她用的是她那个标注着沈家的旧手机号，屏幕上跳动着的名字让我在客厅里多停了2秒才接起来。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跟我记忆中没有什么区别，带着一种精于计算的，时刻在衡量能从这个对话里榨出多少东西的语调。佑佑呀，听说陆家那位少爷醒了。真的假的？真的。天，那你可真是好命啊。醒了就好，醒了就好。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种刻意掐出来的热情，像一件被反复熨烫过的旧衬衫，每一个褶子都烫得平平整整的。那你现在可是陆家的少奶奶了，以后可得多帮衬帮衬你爸这边。咱家的厂子你也知道，现在资金周转还差一点，家里的事我暂时管不上。我打断他，我刚过来没几天，还不太熟悉这边的规矩。你这话说的，你是陆家明媒正娶的媳妇，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回头让你爸给你打个电话，你们父女俩好好聊聊。我没有回话，他又在那边念叨了几句你妹妹最近谈了个对象，条件也不错之类的话，然后挂了电话。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的时候，发现屏幕上多了一条消息提示，发送者显示为陆衍，内容只有4个字。他说完了。我抬头往2楼的方向看了一眼，他不在走廊里，
但我的手机屏幕亮着那4个字，像是有人正在另一个房间看着这场对话的全部进度条。我没有回那条消息，但过了一会儿，手机又亮了一下。这次是一张图片，他拍的他正在读的那份文件的一角，上面用红笔圈了一行字，旁边标了一个问号，又补了几个手写的字：你后妈家的厂子是不是这家？那行字旁边印着一家公司名称和注册号，是我记忆中的名字，没错。我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放进了口袋里。窗外的阳光正在从正午的明亮变成午后更柔和的暖调。我在那片光里站了一会儿，觉得这间大房子里那些我曾经觉得陌生的轮廓正在一点一点的变得有了形状。我在陆家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快的形成了一种新的节奏。每天早晨陆演去医院做复健，下午回来处理公司那边积压的事务，晚上有时会下楼吃饭，有时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待到很晚。我不去打扰他，他也不刻意来找我，但饭桌上碰见的时候，他会问一句：今天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语气随意的，像在确认一件已经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一次傍晚，我路过他的书房门口，看见他正对着电脑屏幕皱眉，手边的茶杯已经空了。我走过去替他续了水放在桌角，他抬了一下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谢谢，然后继续低头看屏幕。那一眼很短，但我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感觉到他的目光从屏幕上方抬起来，停在了我的后背上，大概持续了3-4秒，直到我走过走廊拐角才消失。跟秦玉兰的关系像一面正在被慢慢磨薄了的旧玻璃。他每天会下楼在客厅里坐一会儿，有时候翻翻杂志，有时候接几个电话。我坐在另一侧沙发上看书的时候，他偶尔会隔着一整个客厅的距离问一句晚上想吃什么，或者眼儿今天复健怎么样。他的问法从最开始的你告诉他变成了后来的你觉得，那个词语的转变很小，但我注意到了。转折点大概发生在第2周的某个下午。那天下午，陆宅突然来了一个客人，陆演的堂弟陆钊，秦玉兰那边的侄子，年纪比陆演小2岁，五官有3分相似，但整个人的气质像是被人调低了对比度和饱和度。他是从外地赶来的，进门的时候带着风尘仆仆的气息和一张热情洋溢的笑脸，见了秦玉兰喊姑姑，见了坐在客厅里的我也笑着喊了一声嫂子。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东聊西聊了几句，然后直奔主题：演哥恢复的怎么样了？公司那边的事他打算什么时候接手？毕竟他之前昏迷那段时间，很多项目都停着，大家都在等他醒。他要是暂时不方便，我可以先帮他盯着一些，他醒了就是醒了，不需要别人替他盯。我从书页间抬起眼来看向他，声音不大：你演哥今天下午就能自己开视讯会议了。陆钊脸上的笑容僵了半秒，他随即又笑起来，但那个笑容的质地变了，像是被人从底部抽掉了一层支撑材料，显得薄了一些。嫂子，你这话说的，我当然知道演哥有能力，我的意思是他不需要替手。秦玉兰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他翻了一页杂志，没有抬头看任何人，但语气里的重量让陆钊立刻收住了后面的话头。他坐了一会儿，找了个借口就走了，那杯茶只喝了不到2口。客厅安静下来之后，秦玉兰翻了一页杂志，忽然隔空说了一句：那个人你不用理他。我嗯了一声，翻了一页书。午后的光在客厅的地板上拉了一道斜长的暖金色光带，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张茶几上，
把2只茶杯的影子延长了1截。那之后，我慢慢意识到一件事：陆岩醒来的消息传开之后，这栋宅子里涌动的暗流比我最初估计的要复杂得多。陆家是大家族，支系庞大。陆衍昏迷的这半年里，各房都在暗中计算，如果他不醒之后的利益再分配。现在他醒了，那些计算需要被重新拆开，重新排列，而他恢复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快到让那些还没来得及收尾的备用计划全数落空。秦玉兰之所以没有像对付一件多余家具那样把我剔除出去，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陆岩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他这件事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实层面的绑定。他不需要喜欢我，但他需要承认这个事实。陆衍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他对我很重要，他只需要把那些他对我很重要的证明一件一件的摆出来。他会让管家把我爱吃的菜排进每周菜单，会在佣人面前自然地称我太太，会在秦玉兰提到客卧的时候纠正她说那是她的房间。每一件都很小，但叠在一起就成了一层越来越厚的不容旁人忽略的质地。第2周结束的时候，陆衍在晚饭后把我叫进了书房。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是一面落地窗和窗外沉沉的暮色，桌面上摊着一整排文件夹，电脑屏幕上是一份打开的文档。你后妈家的厂子我让人查了一下，他把其中一份文件夹推向我这边，债务比你说的更复杂。3家银行的抵押贷款，2笔民间借贷，一套已经做了2次抵押的房产。你爸的签字在这上面出现了很多次。你后妈说厂子快撑不下去，实际上厂子早就不归你爸管了。签字的是他，控制钱的是他。我低头翻了几页，纸面上的数据跟我模糊的印象对得上，但排列出来的完整图景比我以为的更清晰。厂里大部分的流动资金被他以各种名目转走，一部分用来还他自己那边的欠款，一部分用来给他女儿，我继妹，买了车和房子。你现在想怎么做？陆衍靠近椅背里，隔着桌面上那堆文件看着我。我想了一下，文件夹最上面那张纸的右下角还印着后妈的名字，那个名字旁边写着一串手写的数字，大概是他的人查出来的具体金额，先放着。他那边还不知道我手里有这些。他今天又给你打电话了？打了，问我陆家能不能帮忙担保一笔新的贷款。你回了吗？我说我问问。他嘴角弯了一下。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窗外最后一抹暮色正从他的肩头慢慢地滑向桌面边缘，在那些纸页的边角上留下一层很薄的金色。那你就问一问，问完了告诉他。他微微前倾了一下身子，隔着一张桌面的距离看着我，那姿势里有一种笃定的不慌不忙的从容，像是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副整理好了的牌，正在等另一个人出他的那一手。陆家不担保任何人，陆家只保自己人。他说到自己人的时候，目光落在我身上，那个词没有被加重语气，但它的重量已经足够沉地落在桌面上那些纸页之间。我伸手把那个文件夹拿过来，合上，抱在怀里。窗外的暮色从深蓝变成了墨蓝，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把我和他之间的桌面照得清清楚楚。好，我说。另外还有一件事，他又翻开另一份文件，推过来，指尖轻轻点着纸面上的某一行字。下周5陆家有个家族聚餐，各房的人都会到，你跟我一起出席。如果有人问你在陆家待得怎么样，
你就说你是我夫人，陆家的少奶奶，你在陆家待得很好，不需要多解释，说这一句就够了。他合上文件的时候，台灯的光在他手指上停了一下，又把那节光收了回去。我抱着那份装着他替我查好的资料的文件夹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已经重新低下头去看电脑屏幕了，手边那杯蓄过水的茶正冒着极细的白气，在台灯的光里像一道小小的正在升起来的半透明柱子。我走出去，带上了门。走廊里很安静，窗外的夜空在深色的玻璃外面亮着零星的星光。我低头看着手里那份沉甸甸的文件夹，边缘折着一个被他手指压过的微微翘起的角。我走回房间，把文件夹放在书桌抽屉里，合上抽屉，然后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夜色。远处城市的边缘有一道淡橘色的光晕，像一层被均匀摊开的正在慢慢冷却的余烬。我靠着窗台站了一会儿，窗玻璃上倒映出我自己，头发长到肩胛骨的位置了，穿着他让人送来的那件墨绿色薄毛衣，脸上比刚来的时候多了一点不只是醒着才有的光。手机屏幕在床头柜上亮了一下，我走过去拿起来看，是他发来的一条消息：明天早上我陪你去把他的号拉黑了。你睡吧。我看着那行字，没有回。手机屏幕按下去之后，我在床边坐了下来。窗台上那盆绿萝在月光里泛着细密的银灰色光泽，叶片上凝着一点夜里的凉意。我伸手碰了碰其中的一片叶子，凉丝丝的触感从指尖传上来，但屋里暖气充足，那阵凉意很快就被周围的暖意包裹住了。我躺下来，拉过被子的边缘盖住肩膀。窗外的夜色很静，远处偶尔有一点车灯的微光划过窗玻璃，像一根细长的正在缓慢游动的银色丝线。那片光在天花板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走了。在它移走之后的黑暗里，我闭着眼，慢慢弯了一下嘴角。陆家的家族聚餐安排在周五晚上，地点在本城最老牌的一家私人会所里，一整层楼被包了下来。我到场的时候，秦玉兰已经在主桌落座了，身边坐着几位年纪相近的太太，正在低声说着什么。她看见我进来的时候，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但那个停顿比之前短了一些，像是已经默认了他会来这个事实。陆衍站在主桌旁边，跟一位年长的男性说着话。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是银灰色的，整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跟卧在昏床上的病人形象之间隔着整整一段已经被跨越的距离。他看见我走过来的时候，没有打断正在进行的对话，但他侧了一下身，用那个侧身的动作在桌边让出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在他右手侧，正好是主桌的主位旁边。我走过去站定了，他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然后继续跟那位长辈说话了。聚餐开始之后，各房的人陆续落座。同桌的人里面，我认识的不多，但大部分人用目光打量我的次数比我预想的要少，或者说那些目光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被陆衍的某个动作截断了。他倒茶的时候顺手也给我倒了一杯，他给旁边人递菜单的时候会先问我你想吃什么。他说我夫人这3个字的频率不算高，但每次说出口的时候，周围的空气都会短暂的安静一瞬间，然后重新流动起来。每件动作都很小，但他做得很连贯，像一幅画里那些不易察觉的细笔。他们不抢眼，
但一旦撤掉，整幅画就会松动。坐斜对面的一位陌生长辈开始说话了。那人看起来比陆衍大10几岁，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外套，戴着圆框眼镜，说话的时候习惯性的用食指敲着桌面边缘。眼儿醒了，我们大家都替你高兴。但公司那边停了半年，很多项目都等着重新启动。你刚刚恢复，精力上可能顾不过来，有没有考虑找个得力的人帮你分担一些？他的目光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微微侧向陆钊的方向。陆钊坐在对面，低头转着手里的茶杯，没有抬头。陆衍把面前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动作不紧不慢。公司的事我自己能处理，不劳二叔费心。那人又敲了一下桌面，笑了一声，声音比刚才硬了一点。我当然知道你能处理，年轻人嘛，有冲劲。但咱们陆家不是一个人的陆家，你得替整个家族考虑。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昭儿那边正好有空。二哥，秦玉兰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插进来，平静而清晰。燕儿说了，自己能处理，他自己的公司，他知道轻重。嫂子这话我就不同意了。什么叫他自己的公司？陆家的事业。二叔，陆衍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那2个字出来的时候，桌上所有人的动作都慢了半拍。茶杯的碰触声停顿了，正在夹菜的一双筷子悬在半空中。他没有提高音量，甚至没有抬高下巴，只是把目光从自己面前的茶杯移到二叔的方向，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实。陆家的事业是陆家的，我的公司是我的。您分的这2件事，我醒之前就分好了，醒之后也不会合起来。招娣什么时候想自己开公司了，我可以帮他出启动资金。但陆家的项目按流程走，谁的能力符合要求就谁来，这条路一直开着，不设门槛。他停了一下，然后微微侧过头来看了一眼坐在斜对面的陆钊，那一眼很温和，甚至带着一点笑意。但陆钊手里的茶杯轻轻响了一声，招娣要是闲不住，下周开始来陆氏实习也行，我让人给你安排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岗位，先从基础做起。陆钊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但那层笑的底下有什么东西正在不太自然的收缩。衍哥，你说笑了，我自己那边还有点事，那你忙完自己的事再说。陆衍把茶杯放下了，杯底碰到桌面，发出极轻的一声响。那段插曲之后，桌上的氛围微微松弛了一些，人们开始重新动筷子。陆衍给我夹了一块什么菜，放在我面前的小碟子里，低声说了一句：“这个不辣。”我低头看了看那块被放进碟子里的糖醋排骨，夹起来咬了一口，酸甜的汁在舌尖上化开，恰到好处。窗外的夜色透过落地窗渗进来，和桌面上暖黄色的灯光混在一起，把那桌菜和那圈人的轮廓都照成了温和的、不刺眼的质地。聚餐散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跟他一起走出会所大门，夜风迎面吹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还亮着灯的会所窗户，然后转过来看着我。路灯的光从他头顶上方落下来，把他整个人笼在一圈暖黄色的光晕里。刚才席上那些话，他说你不用全部听进去。哪些话？所有关于陆家和家族的话。那里面有一半是说给你听的，想让你觉得这潭水深得很，你站不住。他抬手把大衣领子往上拢了拢，动作很轻，你不用站得住，你站我旁边就行了。
夜风从街道那头吹过来，把他大衣的下摆吹得微微扬了一下。我站在他旁边，路灯的光在两个人之间的地面上画了一道平行的暗线，他的影子在左侧，我的影子在右侧，在那道暗线的两端各自延伸着。我看着地面那两道影子的轮廓，它们没有连在一起，但也没有断开。远处有人从会所门口走了出来，脚步声响了几步又停了。我听见那个脚步声停下的节奏里带着一点不太自然的停顿，大概是谁看到了路灯下这幅画面，决定不靠近。我没有抬头去看那个人是谁，从影子的轮廓上大概能认出来是陆昭那个方向的。他停了几秒就转身走回了会所里面，脚步声重新响了几步，门在身后合上了。上车吧，陆衍说。我跟他走向停车场的方向，两个人的脚步在深秋的夜风里交替着，落在微湿的柏油路面上，发出细碎而均匀的声响。街灯把前面的路照得清楚而温润，他的影子始终走在我右侧，不急不缓地保持着那个我已经渐渐习惯了的位置。那之后的日子像是被谁调到了一个更平滑的齿轮档位上。陆衍开始正常去公司办公了，每天早出晚归，但晚上回到家的时间比预想的早。有时候我还在楼下客厅看书，他就推门进来了，换鞋的间隙问一句今天吃什么了，然后上楼换件衣服再下来。他开始把一些文件带回家处理，书房的门有时候敞着，有时候关着。有一回我经过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坐在书桌后面睡着了，台灯还亮着，手边的咖啡已经凉透了，杯沿凝了一圈深褐色的干涸水渍。我走过去把台灯调暗了一点，把一件外套搭在他椅背上，然后退出来轻轻带上了门。沈家那边的电话在那段时间逐渐稀疏了，刚开始几天后妈还隔天打一个，后来变成一周1、2次，再后来大概是他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陆家那边不会帮他担保的消息，电话频率明显下降了。到第3周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不再主动打来了。我父亲打过一个，聊了不到3分钟，内容围绕着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和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展开。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着比记忆中更疲惫一些，像一个人走了很久的路，终于决定停下来歇脚时的那种松弛中带着的倦意。爸，我在电话里说，厂子的事我知道了，后妈那边你以后签字之前先看清楚。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话，声音里带着一种被我点破了什么之后的轻缓的确认式的松动。他那边，我最近也在看账本，你不用担心我，你在那边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挂了电话之后，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天空正在从午后明亮的蓝色变成傍晚将至的浅灰。他说的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这句话在空气里浮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跟窗外那层正在变灰的光一起沉淀下来了。第4周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我翻出了那个被陆衍整理好的文件夹，把里面那些关于沈家厂子的债务流向和资产转移记录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联系了一位母亲生前的旧友，做财务的，做事谨慎，让他帮我梳理了一份更完整的资金流向图。那份图做完的时候是周5的傍晚，我把打印出来的文件收进一个新的文件夹里，放在了书桌抽屉里那本旧笔记本的旁边。抽屉关上之后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我靠着书桌站了一会儿，窗外的暮色正在把整间屋子染成一片温润的暗金色。
那天晚上，陆衍回来的比平时早。他在书房门口停了一下，目光落在书桌那扇刚关上没多久的抽屉上，停了一瞬。他没有问，走进来，在我旁边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手里端着一杯刚倒的热茶。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等窗外的暮色从暗金色收成了深蓝色，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你那个抽屉里放的东西，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一起看，我可以，我自己能处理。我知道。我说的是如果。他喝了一口茶，目光落在那扇抽屉的拉手上。你什么时候想跟那边摊牌了，告诉我一声就行，我可以陪你去。第二天的天气很好，他如约陪我回了沈家。出发之前，他在玄关弯腰换鞋的时候，动作自然地侧过身来，看了一眼我的脸色，目光里有一种从容的认真，好像确认我的状态是比确认时间更重要的事。我没有说不用了之类的话，就站在旁边等他换好了鞋，然后一起出了门。车子驶过城市街道的时候，窗外的光被行道树的枝叶切成了碎片，又拼合起来，在座椅上交替着明灭。到了沈家楼下的时候，那栋旧楼的轮廓跟记忆中一样，外墙上的瓷砖已经褪了色，楼下的铁门有一扇荷叶松了，敞着一条缝。我站在楼下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没有抬手去推门，旁边的他已经替我推开了，侧身让出通路，自己跟在我后面走了进来。到了家门口，开了锁，推门进去，后妈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见我出现的第一反应是脸上浮现的笑意，目光越过我落在身后那个穿深灰色大衣的男人身上时，那层笑意迅速变了质地，像一层蜡被忽然加热了。陆衍站在我旁边，他没有先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我从包里抽出了一个文件夹，放在茶几上，推到了后妈面前。这里面是我让人整理的资金流向图，你这些年从厂里赚走的每一笔钱，包括给我继妹买车的那笔，给你自己买保险那笔，还有那套写在你名下的房子的首付，全部都在这上面了。爸知道这件事了，从今天开始，你每个月把账本公开一次，厂子那边我找了一个财务顾问定期核对。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安排，这份材料就交给该看的人看。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后妈的手指在那份文件夹的封面上旋了许久，最终她还是把它拿起来了，没有翻开，只是拿着，指节微微发白，像拖着一件沉重过预期的小物件。她身后那扇通向阳台的门半开着，11月的风从门缝灌进来，吹动了他面前茶几上那张还没来得及收的报纸角，纸页哗哗地翻了几页又停了。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最终说出口的是一句我从未在那间屋子里听到过的话：我按你说的做，语气很轻，像是被窗外那阵风的声音压了过去。几分钟后，我和他重新站在楼道里，铁门在身后合拢时发出一声比我来时更清晰的声响。那声响在走廊里回了一下，然后被外面街上的车声覆盖了。外面的天光比我们来时更亮了一些，午后的太阳正从云层后面露出来，在人行道上铺了一道长长的暖白色光带。他走在我前面半级台阶的位置，在第一个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他侧过头来看了一眼，晨光里他睫毛上有层细密的光。绿灯亮了，他收回目光，踏上了斑马线。我跟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的那个距离没有被缩短，但也没有被拉开，就像是刚刚好，足够一个人稳稳地走自己的路，
也足够感觉到另一个人正在同样的方向上陪着。那天我们回到陆宅之后，他没有跟我提那件事的结果，我也没提。那天晚上，我靠在窗台旁边看了一会儿那盆绿萝新长出来的小叶片，他在楼下翻他那些还没看完的文件，隔着2层楼和一整段安静的秋夜。我没有下楼去书房找他，他也没有上楼来问我今天怎么样，但我心里清楚，我站在这里和这盆新叶一起安静地呼吸着的时候，他也在那盏灯下做着同样的事。第2年的春天来的时候，绿萝已经抽出了第4茬新芽。秦玉兰的脾气没有变软，但她开始在我过生日那天让管家多蒸1碟糯米糕，那是她听人说过我的口味之后默默添上的。沈家那边厂子扭亏为盈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是3月，后妈在打电话来的时候声调变了，不再像从前那种精于计算的随时要衡量能炸出什么的语调，而是一种更平实的带着些许不确定退让意味的口吻，像是一个人终于学会了想要什么就要先付出什么这个道理。陆演那次跟二叔摊牌的结果比我后来听说的更彻底，陆钊被安排去了一个实打实的基层岗位。至于后来秦玉兰在某天晚饭后离席前对我说的那句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找管家就行，不必再绕着我转，那大概就是他能做到的最接近和解的表达了。我接过来的项目不算大，但每一个都是我独立签下来的。他从不插手细节，也不替我决定方向，只是在每次睡前经过书房门口时看一眼那个方向，确认一下那盏灯还亮着，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回主卧。他给过我的从来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一段足够长、足够安稳的休整期，让我能用自己的节奏把自己重新拼起来，从一个被推出家门的筹码变成了一个能稳定的签自己的名字的人。那个春天的傍晚，我坐在窗边翻完最后几页文件，窗外的槐树正在抽芽，浅绿色的嫩叶在一阵风里沙沙地响，阳光正慢悠悠地铺满整张桌面，纸页边缘开始发光，那束光一直延伸到台灯底座后面他帮我整理好的那排文件架的边沿。我伸手把那束光的温度拢进掌心，感觉到那份正在慢慢长成的东西，不是依赖，不是依附，是一道被耐心地搭建出来的双向的由无数个细小的我记得你和我在积累而成的通路。它从某个红烛燃尽的黎明开始，经过了很多次的确认和停留，最终稳固地连成了一座能稳稳地拖住2个人的整片河床。那天傍晚，他回来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点。我坐在客厅的窗台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窗外的新叶在暮色里泛着半透明的浅绿色光泽。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只小纸盒，放在我旁边的窗台上，盒盖被风掀了一下又合上了，是一块切好的整整齐齐的枇杷膏。窗台上那片新叶的影子落在他手背，边缘被染成了浅金色，像一道被自然嵌进去的渡边。他说，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记得你喜欢吃这个。我拿起那块枇杷膏咬了一口，膏体绵软，甜味里带着一点枇杷特有的清润微酸，在舌尖上慢慢的化开了。窗外的暮色正在从浅橘色向深蓝过渡，最后一缕阳光在窗台上停住了一瞬，然后移走了。夜风开始吹动新叶，那些浅绿色的叶片在暮色里翻动着，发出细密而持续的沙沙声，像一整片正在安静的呼吸的不断生长的森林。他靠在我旁边的窗框上，手里的外套还没挂起来，
就搭在臂弯里。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夜风继续吹着，新叶继续摇着。暮色收尽之前，那层淡淡的暖黄色的光在两个人之间的缝隙里停了一会儿，慢慢被夜色覆盖了。全文完。